地球酋长是怎么炼成的？假设现在历史给你发了一份地球酋长的入职通知书，但要在离职前解决以下几个地狱级的新手任务。第一，大洋彼岸，德国的钢铁洪流刚刚把欧洲的百年老牌帝国碾成了渣，日本的战争机器正在亚洲杀红了眼，你怎么集结全世界干翻这两条疯狗？第二，你手底下的 1.3亿美国老百姓不仅极度恐战，甚至觉得外面死再多人也不关自己的事，国会更是恨不得用铁水把国家的大门给焊死，你要怎么去说服他们？第三，你是一个连上厕所都需要人抱，双腿套着10几斤重钢制支架的残疾人，但你要统帅3军，要想拯救世界，第一步就是保住饭碗。按美国建国以来的老规矩，总统最多干2届，华盛顿定下的铁律150年没人敢破。1940年初干了快8年的罗斯福确实累了，已经做好退位的准备，他甚至签了一份合同，准备退休去当杂志主笔，一年拿75万美元，安享晚年。另一方面，罗斯福想巩固新政的成就，把民主党改造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党。罗斯福对民主党的保守派感到十分失望，因此不想把领导职位拱手让给那些不关心大众的人。做好一切退位准备的罗斯福，一件事情打消了他的念头。1940年6月4日那天中午，罗斯福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听到了英国新首相丘吉尔的激情演说。罗斯福一下子被丘吉尔的演说给说上头了，因为英国在此前几乎是被德国打熄火。1940年5月，德军发动法兰西会战，号称欧洲第一陆军的法国，花了天文数字修的马奇诺防线成了摆设，仅仅过了没几天，法国人就撑不住了。英国人本来是派了30多万远征军去帮忙的，结果刚一交火，就被德国的闪电战翔都打出来，一路被赶到了英吉利海峡边上的一个叫敦刻尔克的小沙滩上。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征用了全国上下所有能浮在水面上的东西，军舰、游艇，甚至打鱼的小木船，硬是从德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把30多万人接回了家。这事后来被称为敦刻尔克奇迹，但奇迹的背后是灾难。这30多万士兵是活着回来了，但他们连滚带爬上船的时候，把所有重武器全扔在了海滩上，火炮、坦克、装甲车，甚至连大部分步枪都成了德国人的战利品。也就是说，撤回岛上的这支英国陆军实际上已经被彻底缴了械。当时英国国内穷到了什么地步？为了防备德军登陆，老百姓连博物馆里的古董火枪和草叉都翻出来当武器了。紧接着，最让人绝望的时刻来了。法国正式投降后，希特勒特意让人把当年一战德国签投降书的那节火车车厢找出来，让法国人在同一个地方签字，这是杀人还要诛心。不仅如此，原本在一旁观望的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看法国要断气了，赶紧跑过来在背后捅了一刀，宣布参战。这时候的欧洲版图上能站着跟希特勒叫板的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英国。此时的丘吉尔刚刚接手首相的位子，他手里拿着的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陆军没有武器，国库没有美元，天上每天都是黑压压的德国轰炸机群，海里德国潜艇正像群狼一样死死咬住英国的生命线，把运送粮食和钢铁的商船一艘接一艘的送进海底。当时身在白宫的罗斯福每天看着这些雪片一样飞来的惨败战报，心里非常清楚一件事，大西洋并不宽，如果英国投降，那支庞大的英国皇家海军就会落入希特勒手里，到那时美国的东海岸将直接面临法西斯的炮口。就是在这种让人窒息的绝望中，6月4日，丘吉尔走进了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丘吉尔一站到麦克风前，第一件事就是狠狠地泼了一大盆冰水。他没有粉饰太平，而是用极其冷峻的语气直接定性：我们必须极其小心，不要把这次撤退蒙上胜利的色彩。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接着，他把家底全亮了出来，3万多士兵阵亡或被俘，几乎所有的重型武器、火炮、坦克全部扔在了法国的海滩上。英国现在的陆军基本上就是一群赤手空拳的待宰羔羊。铺垫完绝望的现实后，丘吉尔迎来了整篇演讲的最高潮，也就是把罗斯福深深震撼的那段排比句：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中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登陆地点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上战斗，我们将在山区战斗，我们绝不投降。在说完绝不投降之后，他话锋一转，留下了一个极其深远的伏笔。简单翻译过来的逻辑是，就算英国的本土沦陷了，那么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将在英国舰队的武装与护卫下继续这场血战，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他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这句话是整场演讲的阵言，也是专门说给大洋彼岸那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听的。旧世界是指正在被法西斯碾碎的欧洲，新世界指的就是美国。丘吉尔实际上是在通过广播向罗斯福喊话：老罗，你看好了，我拿大英帝国的国运和几千万老百姓的命在前面扛着，就算本土沦陷了，我带着舰队去加拿大接着打，但你不能见死不救，你这台美洲的工业机器该启动了。罗斯福很明白，如果自己退了，把国家交给那帮只顾眼前利益的政客，英国一倒，美国就是下一个待宰的羔羊。他决定留下，但他不能自己说。一个手握重权的总统主动要求连任3届，在美国人眼里，这就是要逆天而行。于是，一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连任微操开始了。他放出风声，说自己要回老家种树。对那些想抢位置的党内大佬，他既不打压，也不表态，就看着他们互相争斗。
到了7月15日，民主党在芝加哥开大会，代表们懵了，总统到底选不选？罗斯福在华盛顿让参议员戴维宣读了一份声明，总统没有再任下一届的愿望，大家想选谁就选谁。话音刚落，全场死寂，代表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大厅丝绸和地下室的扩音器里突然爆出一个打雷般的声音：“我们需要罗斯福。”这就叫火候。几百名参观者涌入走廊，跟着扩音器大喊：“芝加哥要罗斯福，美国要罗斯福。”最后变成了世界需要罗斯福。同时，罗斯福夫人艾莉诺从天而降，发表演讲：“现在是战争迫近的非常时期，我们不应为其他问题争吵。”在法国沦陷的恐慌中，美国老百姓本来就害怕换人带来的动荡，而总统连任一般既可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又可避免换人带来的那种必然的震荡。选举的结果很明朗，罗斯福以大多数票获胜，大局已定。芝加哥会议厅传出了罗斯福的演说声。此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个人深切希望退休，另一方面良心又不允许我这样做。只有人民才能召唤他们自己的总统。如果人民向我发出了这样的召唤，我愿以最简单的言辞向你们表示，我将在上帝保佑下继续献出我的才智和力量为你们服务。就这样，罗斯福十分勉为其难的，良心略带隐隐作痛的强调，是大家推举，不是自己争的。正所谓，不是我想连任，是人民离不开我。痛哭流涕，外加半推半就之下，连任第3届总统，饭碗保住了。接下来就该对国家机器动刀子了。罗斯福连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脸无情，他把党内那些反对自己激进政策的统统请走，转头就把对法西斯态度强硬的2个共和党人史汀生、诺克斯分别按在了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的核心位置上。党派利益在国家生死存亡面前统统靠边站，一个带有联合政府性质的战时内阁就此成型。同时，他把心腹哈里·霍普金斯塞进白宫，当起了大内总管，这人成了罗斯福的影子，在总统与军方之间穿针引线，甚至充当起私人外交部。人事洗牌完毕，罗斯福坐镇白宫。每天早晨，他披着海军斗篷在床上用早餐，一边快速而敏锐地批阅着堆积如山的情报。这个轮椅上的总设计师已经画好了美国参战的第1张蓝图，只等一个机会向全世界摊牌。大选的难关虽然闯过去了，但罗斯福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大洋彼岸的丘吉尔就发来了一封绝密长信。这封信足足有4000多字，但如果把里面那些大英帝国外交辞令全拧干，剩下的核心意思其实就一句话：老罗，你爹我真的没余粮了。按照美国当时那部死板的中立法，交战国想买美国的军火，必须遵守现金自运的原则，你得带着真金白银来自己派船拉走，概不赊账。为了买枪炮续命，大英帝国把几百年攒下的黄金储备和海外资产掏了个底朝天。到了1940年底，英国的国库连老鼠进去都得含着眼泪出来。一边是即将断气、随时可能崩溃的盟友，另一边是攥着钱包死活不松手的国会。如果你跟老百姓大谈地缘政治、唇亡齿寒，他们根本听不懂；如果你跟孤立派政客谈道义责任，他们会立刻拿法律条文把你噎死。在这个极其微妙的历史节点，罗斯福决定抛弃所有高深的外交词汇，用一种连村口大爷大妈都能听懂的大白话，把全美国的精明政客给彻底绕进去。1940年12月17日，在一次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对着麦克风像拉家常一样说道：假如我邻居的房子着火了，而我家里正好有一根浇花用的水管，如果我把水管借给他，接在消防栓上，就能帮他把火扑灭。这时候我绝对不会趁火打劫，对他说：老兄，我这水管是花15美元买的，你得先付我15美元租金才能用。那我会怎么做？我什么钱都不要，我只希望他在把火扑灭之后，原封不动的把这根水管还给我。话音一落，国会里那帮准备找茬的孤立派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1941年3月，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租借法案。这根水管一旦借出去，全球的反法西斯力量就被深度绑定在了美国的工业战车上。当战争结束时，那个掏空了家底的旧世界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废墟，而手握全人类最大债权和最强工业的新世界将顺理成章地接管地球。到二战结束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总共撒出去了大约500亿美元，其中砸出去有4个大户，分别是中国、英国、苏联、法国。后来这4个国家加上美国自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来了，刚经过大萧条的美国老百姓手里总算有点闲钱了，大家都想买小轿车、电冰箱了。像福特、通用这些工业正愁产能不够，开足马力就是造。你突然让他们停止赚钱了，去造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成废铁的炸弹和坦克，资本家们是100个不愿意。罗斯福很明白，跟资本家谈爱国可以，但不能让他们赔钱。为了让资本们乖乖听话，给他们来了个成本加成合同。简单的说，就是政府预算，只要你把改造工厂生产军火，所有的研发、改造和生产，政府全部报销。不仅如此，政府还会在成本之外再额外给你一定比例的纯利润，这简直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为了让工厂不停工，工人玩命的干，罗斯福搞了个国防咨询委员会。他找来通用汽车的总裁克努森代表老板，又找来工会大佬希尔曼代表工人。他让这2个平时恨不得掐死对方的人坐在一起。他的逻辑很朴素，老板要挣钱，政府给；工人要福利，政府也给，条件只有一个，谁也不准停工，谁也不准捣乱。接下来就是最绝的了。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坐在国会前，对着麦克风给全美国的工人们打了下鸡血。罗斯福一开口，先玩了一招回忆杀，
今天晚上面对一场世界性危机，我脑中回想到8年前的一场国内危机中的一个晚上。美国工业的齿轮正在结束，我国整个银行体系已经活动停止。我试图向广大的美国人民说明危机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在美国面临这场新的危机时，我还是要向广大的美国人民说明危机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成为伟大的兵工厂，对我们来说，这是同战争本身一样严重的紧急状况。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决心、同样的紧迫感、同样的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来致力于我们的任务。就希望我们在战争中会表现出那样的态度。潜台词就是，兄弟们，螺丝都给我打冒烟，你们每打的一颗螺丝都是迎接新世界的希望。接下来才是重点，罗斯福甚至把未来的新世界蓝图都给美国人画好了。1941年1月6日，罗斯福坐着轮椅来到了国会大厦的讲台前，发表国情咨文。任何讲究实际的美国人都不会盼着法西斯能慷慨赠予国际和平，他也不会让你回到真正的和平，不会让世界裁军，不会让人们有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甚至不会让人有做买卖的好环境。然后罗斯福号召要建立一个以4大自由为基础的世界，罗斯福提出一个经济权利法案，使这个概念更加明确。这是整篇咨文的最高潮，也是罗斯福展现出酋长魅力的时刻。他提出了著名的4大自由，我们要确保在将来的日子里，我们的世界建立在人类4大根本自由的基础之上。第一是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世界到处一样。第二是每个人有按他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的自由，世界到处一样。第三，免于匮乏的自由，保证每个国家能让其民众过上健康和平的生活，世界到处一样。第四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世界到处一样。这可不是遥远的千年梦想，它是我们自己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就能够实现的一种世界的坚实基础。罗斯福深知一个人性规律，画饼可以，但饼不能画得太远。如果你告诉老百姓打赢这场仗是为了几百年后的子孙后代能过上好日子，普通人是很难有绝对的动力去买国债、进工厂拼命。所以在抛出高高在上的4大自由之后，他必须立刻把这些宏大的理念强行落地为本世代可见的红利。他用这句原文明确告诉所有人，不要以为我是在描绘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只要咱们现在卷起袖子把法西斯干掉，你们这一代人就能立刻在这个新建立的全球贸易和安全体系里吃上安稳饭，过上太平日子。至此，美国完成了从和平经济向战时工业的过渡。法案通过了，武器也猛造了，但罗斯福很快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物理难题：货物送达不到客户手里。此时希特勒可没有闲着，德国海军的克拉部队正在大西洋专门绞杀开往英国的运输船。仅在1941年初的2个月里，就有132艘商船被送进海底。美国人加班加点建造的飞机大炮，眼看着要全拿去喂鱼。陆军部长史汀生急了，跑到亚特兰大建议我们得派军舰护航，但罗斯福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护航就意味着会和德国碰面，碰面就会交火，交火就相当于参战。当时美国国内的民调显示，依然有超过70%的老百姓不想打仗。只要罗斯福敢主动下令开火，国会里的孤立派就能立即弹劾他。罗斯福绝对不是傻白甜，既然我不能主动宣战，我就去引诱希特勒先开第一枪。罗斯福宣布，为了西半球的自卫，美国海军预计巡逻线往大西洋深处推。4月份，他把丹麦的格兰岛划入美国的保护范围。到了7月，他干脆派了一支旅海军陆战队，直接俯视了利比亚，占领了那里的防务。这样一来，大西洋一半的海域就成了美国的大西洋区。地盘圈好了，请进来了怎么办？罗斯福给海军基地很损的命令，不准开火，但可以通风报信。美国军舰在海上巡逻，只要扫到了德国，就一直跟着，然后立刻用电台把坐标报给附近的英国军舰和飞机。这就是美国人拿着手筒照着德国的脸，然后大喊：“英国兄弟们，他在这儿，马上拿炸弹干他！” 6月份，陆军部长史汀生这个小伙后来被称为原子弹之父。此时他看到希特勒掉头去打苏联了，希望罗斯福趁德国人现在两线作战，大西洋兵力空虚，我们直接下令开火吧。罗斯福拒绝了，他必须让德国人先开枪，只有美国挨了打，他才能说服国内那帮固执的老百姓。为此，他甚至在8月份假装去钓鱼，偷跑去纽芬兰的普拉森峡湾，和丘吉尔召开了3天3夜的秘密会议，搞出了一份大西洋宪章。终于在1941年9月4日，罗斯福等来了他做梦都想要的那个犯错。当天，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在冰岛海域巡逻，一架英国轰炸机飞过城，水下有德国潜艇，格里尔号猛地靠上去，声呐死咬住了叙利亚不放，并持续给英国飞机报坐标。英国飞机顺手投下几颗深水炸弹，然后拍拍屁股飞走了。水底下的德国突击艇长被美国军舰死死盯了3个多小时，头顶上还挨了炸弹，终于忍无可忍，他不管水面上是谁，一推发射杆，直接射出一枚鱼雷。这一次鱼雷其实没打中，但他等这个借口等得太久了。罗斯福对着全国老百姓说，这艘美国军舰当时只是在运送邮件，这是一场海盗行为。他正式向美国海军下达命令，以后在大西洋上一见到德国，不用请示，直接开火。10月，科尔纳号驱逐舰被鱼雷击伤，11名美国水兵阵亡。11月，4个烟囱的鲁本詹姆斯号驱逐舰被鱼雷击沉，115名美国小伙子葬身冰冷的海底。美国的军舰沉了，人民的血流了。罗斯福以为造成了这样的损失，美国老百姓总该愤怒吧，国会总该同意正式宣战了吧？但他失算了。国会里的孤立派不但没有闭嘴，反而骂得更凶了，指责是罗斯福妄图把军舰派去送死，是个彻头彻尾的战争狂人。
此时罗斯福需要一个更大的冲击，一个能够把整个孤立主义护城河炸平的绝对冲击。罗斯福以为这把火会从欧洲烧过来，但他万万没想到，最后点燃这个火药桶的居然是远东的小日本。1941年12月7日，这是一个普通的周日早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处于最悠闲的周末状态。日本海军把日本大半的家底都压上，6艘航母倾巢而出，炸弹和鱼雷像冰雹一样砸向了毫无防备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人员有200多架飞机，8艘战列舰被击沉或重创，2400多人阵亡。日本这条赌狗，他原本以为这个棍子能把美国人打晕，逼着罗斯福坐下来讲话。消息传回华盛顿，举国哗然。前一天还在广场上游行反对参战的老百姓，红着眼睛去征兵处排起长队。前一天还在报纸上变着花样骂罗斯福好战分子的政客们，此时拍着桌子喊打喊杀，声音比谁都大。12月8日中午，罗斯福走上国会大厦的讲台，台下全部是美国的权力核心。面对全国广播的麦克风，他没有长篇大论，没有讲高深的地缘政治。昨天，1941年12月7日，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受了日本帝国海空军突然的蓄意攻击，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定性，然后要求国会宣战。话音刚落，全场起立，投票结果毫无悬念，参议院82票支持，0票反对；众议院388票赞成，仅有1票反对。紧接着，德国和意大利按照轴心国条约对美宣战，罗斯福等了很久的这只靴子终于全部落地。从这一刻起，那个躲在2大洋背后睡大觉，只想关起门来过小日子的国家彻底消失了。宣战书一旦签下，这次球场已经练成，剩下的就交给鲜血与钢铁的硬碰硬。这场战役我们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民族病了。别人怎么欺负我们？我们自己够伤谁吗？Yesterday, December 7th, 1941,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 suddenly and deliberately attacked by naval and air forces of the Empire of Japan. Because of this unprovoked, dastardly attack by Japan, I ask that the Congress declare a state of war. 理事会怎么修？我们谁都不知道。我也对今天的事情没有提案。但是我相信，会记住这个，会记住我们所做的这一切。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